我跟他认识半年多了，刚开始感觉他挺可爱、挺活泼的，因为他是东北的人，脾气特别暴。我这个人嘛，本身就跟谁都自来熟，但是吧，他现在就感觉我没以前好了。我觉得不是很合适，所以我就提出分手。但是提出分手之后，他脾气特别暴躁，怎么也不分。我也不知道他看上我哪里，我也确实不想跟他交往了。他一直这么挑我的毛病嘛，是在考验我吧。他越这样，我就越不想跟他分手。哼，你突然提出分手，原因是什么？到底是要弄清分手的原因，还是不能接受分手的现实？不要猜了，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兵28岁，来自山东，是一名职员；女嘉宾小杰28岁，来自吉林，是一名店员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？愿意。愿意。恋爱多久了？半年多了，我们在一块儿，就是在一个相亲群里面认识的。刚开始认识他，感觉挺活泼、挺开朗，慢慢的就他也对我也有好感，就是两个人在一块儿交往了。然后到了后来，就是感觉性格确实有很多不合适的地方啊。就是我跟他提出分手嘛，就提出多次之后，他就不同意，不是吗？你多次提出分手。对。为啥跟人分手啊？很多原因。怎么说？刚认识他不长时间嘛，朋友请我吃饭，然后把他也带去了。带去之后，没想到他的性格是那种，就是一喝酒，和我的朋友全是男的，在一块喝酒，就是大大咧咧的那种，就是酒量特别高。他去了之后，就是喝的就是不行了，就是闹的那样，就是感觉。是把你朋友喝的不行了，还是他喝的不行了？他也不行了，都不行了，都喝的都。就是闹酒呗。啥叫我喝的不行了呀？那天不也是因为你不能喝嘛，我不也是为了给你挡酒嘛，然后才喝的。其实那天人家都不想喝酒。一开始你也知道，我这种性格，本身东北女孩不就是开朗活泼的性格吗？多喝了几杯不也很正常吗？他多喝了以后有什么不当行为吗？没有，我跟他说就是这一次之后嘛，我跟他说了，我说以后别这样了，一个女孩就是应该坚持一点嘛。后来之后又有一件事情，也是因为喝酒，就是当初的时候吧，那第一次的时候，那是因为我为了替他挡酒嘛，主持人也是为了他好。再说了，因为头一次见面嘛，和他那个朋友第一次接触，我也想融入他那个圈子，想和他们成为朋友。行，明白了，你肯定有你的理由，对吧？对啊。我一个朋友有洁癖的那种，特别爱干净，然后他吐到人身上了都。我这个人吧，就是比较专一的那种，他不这样，就是看了他手机一次，看了之后还跟那别的男的在联系。就是也出去玩。联系那也是有事儿，不管是男的也好，或者女的也好哈。如果当他有事情的时候，他是求到你了，难不成你不帮忙吗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嘛，是吧？你那心胸有点狭窄。对。男人小心眼嘛，不属于。是。眼睛不大，心眼也小。那正好分手不就挺合适的吗？那天没喝多啊？没有，不能总那么喝，那真成酒鬼了。那不就没事了吗？后来为什么又分呢？那第一次的时候，那是因为我为了替他挡酒嘛，主持人也是为了他好。再说了，因为头一次见面嘛，和他那个朋友第一次接触，我也想融入他那个圈子，想和他们成为朋友。行，明白了，你肯定有你的理由，对吧？对啊。那我们听他说第二次行吗？第二次也是因为喝酒的事，就是我朋友过生日，本来那天没想带他去，然后后来他不知道在哪知道的，就是非得让人跟我一起去，结果去了之后比上次还要更加糟糕，弄了又喝。对，喝酒喝完之后就是什么，我们朋友几个说去 KTV 再去唱歌嘛，他也跟着去了之后，我一个朋友有洁癖的那种，特别爱干净，然后他吐到人身上了都。我吐完他身上了，我是不是那也是无意？我那次也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我和在店里面和因为我自己现在不是开了一个一个服装店嘛。然后在店里边跟店员吵架，然后又因为一些事情，完了心里边很不舒服。到了那正好借着那个场合嘛，然后是直接就多喝了几杯，自己也断片，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做些什么，无意中直接就给吐身上了。吐身上其实我也不是故意的。然后呢，第二天以后等我醒酒以后，我也给他道歉了，那衣服我又买了一套新的，然后赔给人家，毕竟很过意不去嘛，因为是咱的错误嘛。对，明白了。现在听的就沾点酒呢，大概就有点失态。他不喝酒的时候怎么样啊？不喝酒的时候，反正我这个人吧，就是比较专一的那种。他不这样，
我哪样了？有一次我看你手机，他手机没有锁屏，就是看了他手机一次，看了之后还跟那别的男的在联系，就是也出去玩。联系那也是有事儿，不管是男的也好，或者女的也好哈。如果当他有事情的时候，他是求到你了，难不成你不帮忙吗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嘛，是吧？你那心胸有点狭窄。对。男人小心眼嘛，不属于。是。眼睛不大，心眼也小。那正好分手不就挺合适的吗？这个提出分手了。对，后来又在一块了。后来为什么呀？因为就是我这人挺心软的，分手之后就是我过生日了，快过生日的时候，11月份，我在我朋友那得知他在打听我那个生日过生日，然后他说那个你那个女朋友给你精心准备礼物，就感觉挺感动的，感觉他还是对我挺好的，是不是误会他有些东西啊？然后我又主动去找他，他也那个同意了，然后慢慢的还是在一块了。他给你准备的什么礼物啊？我就给他精心安排了一个非常浪漫的生日 party。那天没喝多啊？没有，不能总那么喝，那不真成酒鬼了。啊，那不就没事了吗？后来为什么又分呢？还有就是我生病的时候。他毛病多呗，事儿多呗。不是这样的。啊。那是哪样的？说。他感觉他也不对我不关心不什么的。有一次我那个生病了，感冒发烧，半夜12点的时候，给他打电话打了好几遍都没人接，不知道他在干什么都。我也没干什么呀，因为晚上嘛，那个朋友他不是过生日嘛，非得要拉我过去，然后这不就去了，因为那个KTV 嘛，大家都知道那里面的音响声音很大，然后朋友又唱歌啊，在跳舞什么之类的，一蹦迪起来那声音根本听不见。正好去卫生间的时候，顺便拿着手机一看，然后他给我那个打了电话，有未接，我这不就去找去，我这不去也去找你，我人已经到那儿了呀。到了之后你是怎么样的？你去了之后我哪样了？去了之后还打我一下，都说小伙怎么还没死啊？就说一些感觉就是一点都不什么的那种话。明白了。不是，关键是你本身不是没事吗？你不是人挺好的吗？没事，你不会说关心的话吗？都是吗？那还要怎么关心啊？就是人已经关心了，小伙怎么还没死啊？这关心是吧？只是一句开玩笑的话，这是非常关心的一句话。不是，也只是开玩笑，你知道吗？一句。明白。本身这个性格在这儿，也感觉啊，唱歌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好像没啥大事儿啊。什么叫大事？死了之后才有大事吗？那我可没这么说。不是，你别要求那姑娘说这个，那姑娘说不出来。他能说出来，他就不是他了，是吧？对啊，我这性格本身就跟女汉子是一样的，从认识一开始到现在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就因为这个又分了？不是因为这个，后来稀里糊涂的，因为家里很多原因压力嘛，也有家里的。后来是他那个什么，过年的时候。他说话像个姑娘，磨叽，他倒挺利索。听你说。过完年以后吧，因为我从家回来，我不是回东北了一趟，回来以后我寻思看他在干什么，也想他了嘛，给他打电话，然后他也不接，然后给他发信息，他也不回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，是为什么？你有什么事儿可以直接跟我说哈，他也没说，无缘无故直接就失踪了，就消失了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家里的压力，乱七八糟的一些事情。家里啥压力啊？家里我父母那个什么，我是独生子嘛，家里不想让找一个外边的，也就是他这个性格吧，也是挺火爆的那种。你父母见过他吗？没见过。那怎么知道他性格火爆？听我说的。啊，你倒是什么都不背着你父母啊。然后说了之后，反正家里特别反对。就是我之前认识他之前，不是还有个前女友吗？就是对那个前女友吧，挺满意的。谁满意？父母满意啊。我也那个什么。原来是这样啊！你说了那么多的理由，拒绝我的理由，然后就是这些呀？你把我领到过你家去吗？你父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吗？姑娘，你能让我问清楚吗？你跟前女友分手多久了？分手半年多。好意思说还？那也就是说你现在跟前女友又好上了是吧？没好上，反正有点联系。什么意思？拿我作为比较吗？不是，就是朋友之间的联系，又没什么。那谁知道有什么联系？就像你刚才在说我一样，说我跟人家那个男孩，人家有事情求到我了，然后呢，我去给人家帮忙，他那么说我。冷静，让我问问啊，你今天来是要跟他有些事，反正说清楚吧。你说呀，你要说清楚什么事儿？说就是我家里不满意他的性格什么的，就是你要跟他分手。对。事实上来讲，你根本没把我领到你家里去，我也没见到你父母，他怎么能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，对不对，主持人？这样的分手我根本不甘心，我也不服气。你给我个合适的解释，合适的理由。就是人家姑娘说分手可以，对吧？不
不是，那也不可能。那也不可能是什么意思？就不能分了是吧？绝对不允许的。他这么他说就分了就分了，就这么分了吗？哎，你以前谈过恋爱吗？没有。初恋是吗？啊。其实吧，就是我想说一点是什么呢？因为你说他这光说呢，他说我那意思可能是我喝酒喝太能喝了是吧？他找了一大堆这些理由，又说我又不疼他了是吧？听懂了。我跟你对呀，其实我也挺优秀的呀。是。会做饭，会做家务什么的，怎么还能非得说我不好？你到底分手的真实原因是什么？我这次听明白了。真实原因就是我感觉心里边还是没有放下之前那段感情，时间太短。你听见了吧，主持人？你有那前女友比人，那你干嘛还找我呀？当时不是你也愿意吗？当时。那你说那不是废话吗？这真麻烦了，就死了也不能分是吧？绝对不能分，然后他这个理由让我信服不了。我再问一次啊，姑娘，就是有一个合适的理由可以分吗？那也分不了啊。就是反正不管什么理由也分不了了是吧？是。你这辈子就是他了是吧？只要他不死，你非他不嫁，这么说。那也不能这么说，我也希望他那个健健康康好好活着。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呢？我意思说了，我就是不分呢。爱上别人了也不行。他这不算理由。那你给我举一个分手的理由行吗？就举一个。我举不出来，我举不了。本身我也没谈过恋爱，我也不知道。哎呀妈呀！不是很懂。思维怎么办呢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女孩第一次恋爱，这个为她付出很多，所以因为这个理由你就过不了这坎儿。这个从情感上呢，我们都能够理解。但是你也想一想，她现在不想跟你在一块儿了，那如果你想争取的话，那你应该用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式争取。如果用这样的方式争取，有可能会适得其反。因为你这样威胁我、纠缠我，那我跑得更快。他刚才也说了，他因为是他前女友的事嘛，然后呢，以我拿他做比较，他这不就是理由吗？不管任何的理由，哪怕对还是不对的，他如果不愿意了，那你真的跟他在一块儿的话，勉强在一块儿了，他最后他屈从你了，那最后的结果又可能是什么呢？恋爱这个事儿啊，他不可能，也不可能100%都成功，初恋的失败率80%、90%呢。所以说我们得有这个思想准备，也就是说什么呢？我要争取你，我要认为你还是可以的，但是你不能说100%就他了，非他不可了。这样的话，其实把你自己置于这种不能承认失败的境地，你输不起。所以我倒觉得，我也是东北人，其实东北女孩这种特点挺豪爽的，但是应该什么呢？拿得起放得下。其实你平时是个能拿得起放得下的人，但是在感情上，你估计第一次这样，第一次说是强势，其实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最后你弄死我算了，觉得这感觉是吗？对，真不知道。所以呢，得面对人生不知道有多少坎儿呢，这才刚刚开始。如果你觉得还有可能的话，我希望你用另外一个方式，包括上次都分手了，你用过生日的方式打动人家，对吧？就包括现在你流个眼泪，兴起对方有可能还回心转意，但是你一上来说一定不行，那我告诉你，那一定对方会分。初恋是不懂爱情，反正我也劝劝你吧，别一棵树吊死哈。你现在情感我相信都是真挚的，但是结了婚以后有很多特别现实的东西。他是独生子，他受到他的父母亲的一些这个家庭的左右啊，这个他不能不考虑他父母亲，对吧？比如咱说难听点，我要是他妈的话，我要发现你这脾气，我肯定得告诉我儿子，这不能娶啊。你说你怎么过这今后这日子？你就是过去了，你也好不了，你不可能说单跟他单好，那不可能。对不对？所以你还得为今后就怎么说呢？去着想下一步。每一个人初恋都是非常难忘的，因为你是人生的第一次，但是并不等于说不可以忘。有的时候为了能够坚强的活下去，该忘的事儿就得忘。男孩我觉得你做的非常的不对，你不敢担当，居然都不敢说咱俩不合适，咱俩分手吧。没有。我说过了，跟他说过好多次了都。你最后呢？你用的是什么方式呢？理由就是什么呢？男孩我觉得你做的非常的不对，你不敢担当，居然都不敢说咱俩不合适，咱俩分手吧。没有。我说过了，跟他说过好多次了都。你最后呢？你用的是什么方式呢？理由就是什么呢？第一是推卸我父母不同意咱们俩，好把矛盾转给父母我跟前女友又
旧情复燃了，把这个责任又转给前女友，你还躲着他，对吧？消失了，对吧？这都在逃避，种种迹象表明你真不像一个男人。不是，其实我是想，就是两个人发生一些事情，需要冷静一段时间，考虑一段时间，然后再跟他讲明白。然后他就是那种性子太急的，就是非得就一下就说明白那个什么的。他性格，你不用说话，女孩啊，你不用说，因为这事儿我们看得已经很清楚了，不像一个男人，不敢担当。我跟他提过很多次，就是分手了。后来不事实证明，你有一次你又被所谓的打动了吗？他又那个什么，他如果就是当时就分手，就不再来找我的话，我就你看又在推卸矛盾，现在居然把责任又推到对方身上。谁让你那么爱我的？谁让你老是又给我准备什么生日聚会啊，又给我做什么样的努力啊？你在干嘛呀？扪心自问，你像不像一个真正的男人？说爱你就是爱，不爱就是不爱，什么问题说清楚。所以如果你开始下一份恋情，你一定要切记，千万不要一时糊涂，一时不清楚自己到底喜欢什么，这是你最大的问题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女孩，你到底是要跟他在一起，还是要再找一个人幸福？这是两个概念。不要因为是第一次，你就一定要跟他一辈子，不幸福也要待一辈子呀。可是还是不甘心。有什么不甘心的呀？你跟他目的到底是在一起，还是要在一起幸福？他还是那个当时你喜欢的那个人吗？你自己心里知道不是了，但是就因为你是舍弃不了你的这份付出，你是放不下这个，你不是放不下他，并不是一条道一定会走到头的，有可能前面就是一堵墙，一定要撞到头破血流，把墙也给撞毁了，于事无补啊。所以说不要在这浪费彼此的时间，抓紧这个时间去找自己真正的那份值得去付出爱的那个人，比在一棵已经枯萎的树上去吊死要强得多，明白吗？你的对爱情的这种执着还是值得尊敬的。谢谢。这个世界上分为4种人：真正经、假正经、真不正经和假不正经。你是属于假不正经，他是属于假正经。为什么说他假正经？看着好像不太作声吧，沉默寡言吧，下手一点都不含糊，是吧？他一直要这个女生矜持一点嘛，对吧？不要太开朗嘛。他呢，这边一旦有问题不解决，马上就开始找前面一个。当时我就是感觉自己的事情真的没处理好吧，反正没有处理好，你好歹即使你无法处理，你也得冷一个阶段。你怎么就把前任又给找上了呢？你呢是假不正经，你应该真的学一点矜持。你的优点是开朗，你的缺点是太开朗。矜持是什么？矜持是指不是说要你故作姿态很冷漠，是吧？很古板无趣，横眉冷对，跟有些女生一样特作，明明喜欢说不喜欢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所谓的矜持是真诚的、含蓄的有所保留，而不是人来疯人来熟，放得开。我不认为这是褒义。认识不认识的上来就哎呀干2杯啊，多熟啊，哥们儿啊，啪吐你一身呢，不是这样。女人如果学不会矜持，在男人面前很不值钱。就像有些女生认识没2、3天就住在别人家去了，你说她婆婆能看得上她？就说你这一天到晚像个爷们儿似的，是吧？跟谁都能喝得上，跟谁都能聊得上，你还像个女人吗？虽然你表面上很开放，跟哪个男生都能聊，但你内心的原则是有的。但是你太没有学会矜持是什么？跟男人之间一定要保持距离，尤其是不熟的男人。那么轻易的让对方了解自己，那是女人的一种轻浮。所以你现在如果还一直在说我非他不可，还一直在这渴求说我不相信他不珍惜我，那你就越来越不值钱，亲近到土壤里去了。我对你没什么好说的，就这样吧。人呐，没有哪个人肯承认自己失败。其实失败这件事儿不可怕，你得从失败当中找失败的原因。我倒觉得这样面对一下也挺好的，人生的一次经历嘛。你呢，有些事儿确实也处理的
不太好。对，一会儿的时间呢，该给人姑娘道个歉就道个歉，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。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。小姐，有些事情我或许处理的不够好。那个，我真的是想，我们两个真的需要一段时间冷静一下。你的性子就是慢慢的放下一些东西，我们都考虑一下吧。我知道可能是我以前对你可能有点太那个什么了，有点太过了。我也知道我有太错了，我已经错了。有的时候可能是我给你自己的自由时间太少，然后呢，给你的印象当中让你产生我感觉好像我挺能喝，不是很温柔那种。在以后的生活当中，我会像老师说的那样，自己也会很注意的。其实有些事情我都会改。改不一定为他改嘛，对吧？接下来你还有给你提供帮助的一个途径，你看一下啊，求助一下现场观众，倾听一下第三方的声音，再一次的求助爱情导师。知道你心里还有点坎儿，你的选择是什么？我想求助爱情导师。啊，你倒挺坚强。如果说你要学会矜持的第一步，就是今天昂首挺胸、擦干眼泪的离开。这是你学会矜持的第一步。爱是有自尊的，如果你学会了这步矜持，我相信会有很多男生注意到你。但如果你总是把自己低到尘埃里，我想谁都会来轻贱你。好吧，学会矜持的第一步，头也不回的离开这里。好了，两位交换箱子里的秘密。谢谢两位，请回。还留恋他？来，请关门。接下来我们当然是要看这两位自己的选择了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哎，这就对了。